一双大脚在手，清扫飞腿我有，完美，开工！妈的，是谁害得老娘死得如此惨不忍睹？真是白瞎了老娘的如花美梦。 吸血妖女，我看你往哪儿跑！我穿越了。我是楚相嫡女楚灵俊，不是那什么狼十字吸血妖女。我一路跟随那妖女到这儿来，你跟她身高体型如出一辙，你还说不是？误会，真的都是误会。我是被人陷害才丢到这儿的。你找死！哎呀，这时候给我的，我要一把枪！老娘这运气逆天！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你吸血的工具是吗？王爷，我说这是用来挠痒痒的，你信吗？少耍花样，说，韶华郡主在哪儿？韶华郡主，他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少装蒜！3天前他就是被你掳走。王爷，不好了，我们在寺中发现了少华郡主的尸体。我可以走了吧？站住！你一个丞相嫡女，深更半夜来这荒郊野外做什么？那个一招不慎被人陷害了。谁又能证明你不是吸血妖女？天杀的狗男人，老娘真是恨不得一刀杀了你！他能证明不是我？如何证明？验尸啊！你一个深闺女子还会验尸？王爷，为了活命，你别说验尸，你让我去装尸体，我都愿意。原主他就是一个废物，扯个什么谎来说自己会验尸？走！我去，护士，这玩我呢！王爷，我们刚看到郡主过来，然后就不见了，随后听到一声惨叫，我们过来，郡主就变成了一具枯尸。你不是会验尸吗？你来看看，凶手是怎么瞬间吸干她的血，把她变成一具枯尸的。那个王爷，错了，这具尸体这个样子，至少死了半个月。你的意思是，我的侍卫在骗我？不是的，王爷，是这样，人在失血30%以上时，会出现失血性休克，失血50%以上，会快速死亡。但你就算把这个人的血全抽干，他也不会干枯。你的意思是，就算他被瞬间吸干了血，也不会变成这样？对，我们眼前这具尸体呢，没有恶臭，没有尸斑，明显是放在一个干燥、通风、良好环境中，让尸体脱水变得干燥。这个烘干过程至少半个月。你是说韶华郡主死了至少半个月？是啊。可是3天前她刚被掳走，整个帝都的人都知道，那个时候她还是活蹦乱跳的。那很明显死的不是韶华郡主啊！你凭什么说不是？验 DNA 啊！什么 A？ 这得验了才知道。王爷，靠谱。一双大脚在手，清扫飞腿我有，完美，开工！我靠，老娘这一天真他妈的太刺激了！小心！这个男人怎么长得这么帅，而且这皮肤嫩的呀，真想捏一下试试看能不能捏出水来。王爷不好意思，刚验完尸摸的没洗手。楚灵君，王爷不必惊慌，
我能断案能验尸的楚大姐，怎么会死在这区区几个手里？那一个你不怕，一群你怕不怕呀？本姑娘身经百战，面对这种危机情况，我楚大家更是有独门秘籍，那就是脚大果然有优势啊！所以王爷，咱俩这下也算是生死之交了吧？我是说，王爷这下信林君不是凶手了吧？其实抓凶手，我有一个突破点。什么？我那个姐姐楚飘飘。楚飘飘，她也会验尸？王爷，你以为所有女的拉出来随便一个都跟我一样能干吗？我这意思是，我之前不是被楚飘飘陷害吗？她知道凶手会在这里出现，把我扔在这的时间又如此巧合。说她不知道内幕，你都不相信吧？所以王爷，是否有兴趣陪小女子唱一出大戏呢？属相，你可真是养了一个好女儿啊！哎，爹，你可一定要为女儿做主啊！林俊啊，你可是咱们相府的嫡小姐，怎么能如此不顾自己的形象呢？就是呀，妹妹，咱们相府在京城可是备受关注，妹妹的一言一行可要多注意啊！是你要害我！王爷，他楚飘飘，他才是凶手！闹够了没有？王爷，真的，他才是凶手，真的不是我！我不管你们谁是凶手，结果都一样，满门抄斩。王爷，除非你们能把真正的凶手交出来，否则就等着满门抄斩吧。我求求你，你就露一次面，反正他们也抓不到你，证明凶手另有其人，好不好？相府的死活与我何干？你看在我们合作的份上，你就露一次面帮帮我，反正他们也抓不到你。我们何时合作了？是你求我帮你杀了楚林俊。对啊，母亲，你和他怎么能算是合作呢？母亲和我们才是合作愉快的。王玉茹，你居然敢出卖我！王爷，你就打算这么一直站着看热闹吗？万一凶手跑了怎么办？跟你姓。真是大爷！不好意思，我也想走，你们大家好用是？我要吸血！我要吸血！快把帽子给他戴上！不是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是骨龄症患者。什么患者？就是他们说的吸血鬼病。吸血鬼病？简单解释就是血液病的一种，他会怕阳光，严重的还会精神错乱。像他这个样子，应该是最严重的那种。可凶手心思缜密，手段毒辣，行为可疑，明显是他。恭喜王爷，忙活了半天，抓了我要吸干你的血！一言不合就要吸血，真是血！让我看看你这牙，果然是假的。我说大姐，能不能有点心意？你要这个干什么？治病！治病！吸血都治病！吸血都治病！你虽然得的是什么劳什子吸血鬼病，可是吸血根本治不了你。吸血能治病，吸血能治病，圣女是不会骗我的。圣女，圣女是谁？吸血能治病，这吸血病患者已经够可怜了，还利用他杀人，真是猪狗不如。剩下那些死者家属也进行了低谷验血，答案是不相容。我就说吧，你们现场那些尸体绝对不是本人。怎么样，王爷？我靠谱吗？靠谱？
就是我厉害吧？靠谱。那如何解释韶华那具尸体是真的吗？那有可能凶手不是同一个人。你的意思是，韶华跟人有仇，别人把他杀了，借着这吸血鬼案。那如何解释这3天前活蹦乱跳的一个人，可一转眼就变成了一具齁了15天的干尸呢？本来想着今天能问出点什么，可是没想到。至少我们能确定，这楚家人跟凶手是有联系，只不过不是楚飘飘，而是王氏。唉，算了，我看今天是问不出什么，回家睡大觉去了。不要！去拿沙土来灭火。听他的。是谁？是谁给你的磷粉？死了。你说这好端端的人为什么会自燃？因为磷粉。磷粉？红光中情绪激动，体温升高，磷的燃点又很低，所以它就自燃。那磷起的火，水灭不了？对，水和磷会发生反应，水非但不能灭火，还会使火烧得更猛。那谁给他的磷粉，谁就是凶手。是杀他的凶手，未必是连环吸血案的凶手。你已经猜到凶手是谁了？猜是猜到了，但我想着不是。贱人，拿着休书，滚出江府！不要，老爷，现在只有你能救妾身了。你要是不管妾身，那妾身可真就死定了呀，老爷！自作孽，不可活！父亲，是楚灵俊，是他嚣张跋扈，处处为难母亲，才会让母亲在相府没有办法生活。姐姐，你这话意思是我让母亲和凶手合作的喽？妹妹，母亲她只是太爱我了，才会做错事，请妹妹看在往日情分上，饶了她这一次吧。姐姐，你这是何意？妹妹，往日你对母亲多次无礼，母亲却依然对你关爱有加。如今母亲只是鬼迷了心窍，妹妹，你如此善良，一定不会跟母亲一般计较的，对吗？姐姐，母亲这犯的可是死罪，不是妹妹我说放就能放的。九皇叔，母亲只是一时糊涂，才会犯了错。如今妹妹并无大碍，也愿意原谅母亲。求九皇叔给她一次机会吧，好吗？楚小姐，本王也无能为力啊。九皇叔，看在母亲是为了保护我的份上，饶了她这一次吧，好吗？楚小姐，快别伤心了，本王都替你心痛。九皇叔，既然如此，那这件事本王就既往不咎了。九王爷，这王氏勾结的可是杀人凶手！大胆！你敢顶撞本王？就算你是王爷，你也不能知法犯法，包庇犯人。来人，严军以下犯上，打入大牢。还是我们飘飘厉害，这3两句的就把那个九皇叔给迷住了。我可是京城第一美人，岂是楚灵俊那个大脚丑女能比的？就是那大脚丑女，还好意思跟你比？还不撒泡尿照着自己的样子？敢跟我作对，就要做出随时赴死的准备。放心吧，母亲早就安排好了，保证她有去无回。来，买定离手，买定离手！下注啊！楚小姐很滋润啊。那个王爷，要不来2把？你说呢？真的很好玩的，真不来一次？我刚陪你演完一出戏，你就让我看这个？王爷，我姐姐可是京城第一美人，这美女投怀送抱的戏码，整个京城可是很多人想都不敢想的。楚灵俊，这王氏不动，我也没办法。你，王爷，不好了，王氏她自杀了。母亲，你睁开眼睛看我一眼，
看我一眼呢，母亲。楚飘飘，这案发现场不能乱动，尤其是尸体更不能动，你懂不懂啊？妹妹，母亲骤然离世，姐姐只是太伤心了。况且姐姐身处闺中，哪懂得这些？闭嘴！九皇叔，你看妹妹她不分青红皂白。闭嘴！一双大脚在手，清扫飞土魔。开工。怎么样？有什么发现？尸体没有任何中毒迹象，致命伤就是胸口这把刀。你是亲眼看见他拿刀把自己捅死的？是，卑职亲眼看见王氏将刀插进自己的胸口。所以你确定这王氏举刀自杀的时候，门栓是锁着的？是。这凶手有没有可能是从窗户逃走的？卑职进来一直盯着窗户，没有凶手逃走。这屋内干净整洁，没有一丝一毫打斗痕迹。按照侍卫的说法，他先是对着空气傻笑，然后变得惊悚，最后拿刀自杀了。究竟这空气中有什么东西，能够让王氏吓得魂飞魄散，然后引导他自杀呢？这空气引导人自杀？其实很简单，是鬼魂。是鬼魂，是空气中的鬼魂吓得王氏自杀。你不觉得这个房间里还有一个人的说法比鬼魂更合理吗？王爷，这世上其实很多事情都是不合理的。比如为何本姑娘长得如此娇小，为何长这样一双大脚？楚灵君，王爷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不过你这个侍卫真的没有发现人吗？没看到，不代表没有。所以重点是，这凶手到底是怎么存在的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是窗户。窗户？王爷，你说如果这凶手没有窗户高，像我现在这样，那侍卫在门外是不是看不见凶手？那他是怎么跑的呢？这个简单，王爷，亲我一下，我就告诉你。其实凶手根本就没跑。哦，对对，然后这凶手就趁侍卫不注意，光明正大的跑出去，然后假装进来看到这一幕，震惊大叫。母亲，所以凶手就是易飘飘。不是我，不是我。可是你刚刚不是说这凶手的身高？王爷，我说凶手看起来这么高，我没说他只有这么高。你的意思是凶手可能是蹲着的？聪明。妹妹，我跟母亲，我们是亲母女，母亲也疼我爱我，我对母亲也敬爱有加，我怎么可能会杀我的亲生母亲呢？其实这个局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让王氏傻笑，让王氏害怕，让王氏甘愿自杀，而王氏疼你爱你，只有你才能做到这一点。我知道你恨我抢了你相府嫡女的身份，可是我真的没有做过，你也不能污蔑我呀。你是王氏的女儿，王氏看见你自然会开心的傻笑，可你转身就告诉我，你是这最近连环杀人案的凶手。王氏震惊、恐惧、害怕，然后你又跟他说九皇叔已经盯上了你，你只有自杀才能不连累他，他为了保全你，只能选择自己。我没有，一切都是污蔑我。你有什么证据吗？证据吗？自然是有的。这……哎呀，姐姐，这闺中女子怎么会武功啊？而且你这功夫看起来和我们战神九皇叔不相上下呀。姐姐，其实刚刚妹妹也没有确定你就是凶手，正如姐姐所言，
这一切都是我的推测，所以我只好试试你了。楚灵君，你阴我！姐姐，我劝你最好别动。妹妹手里这东西可以瞬间要了你的命，只不过妹妹还有一事想不明白。姐姐，你放着京城第一美人不说，为啥要跑去做什么吸血鬼啊？呵呵，因为，可恶，又让他跑了。黄云放心，我楚灵俊想抓的人不了。这就是你说的找人的办法？王爷，你可别小瞧狗啊，有时候这小狗可比人聪明呢。我昨天在楚飘飘的身上下了血草，这血草呢又名睡神草，它的味道啊可以促进狗狗睡眠，还能愉悦心情。狗狗闻到这种味道呢会上瘾。你说这狗闻到这味道能帮我们找到人吗？这就是你说的比人还聪明的狗？我这也没说错呀，这不就是血草？我也不知道它长在这儿啊。来了，有发现！九皇叔，这不是我们之前发现遮面人的地方吗？我就说狗狗可以找到的吧。走，进去看看。楚飘飘，很不幸，你现在被我们抓了。妹妹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？听不懂？我只记得那日我出去逛街，想要买些胭脂，然后突然就被人敲晕了，醒来就在这儿了。买胭脂是哪天啊9月初6。7天前。没有内力。哎，王氏死了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母亲死了？怎么可能？母亲明明活得好好的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不记得了？是你杀了母亲，是你亲手杀了她。我没有，我怎么可能杀我的母亲？我没有。你的神经不像是装的。是真是假？去到我的暗狱里问问就知道了。九皇叔的暗狱可是非常恐怖，审问手法更是层出不穷，也需要汉子进去都要被撬开了嘴。你这细皮嫩肉，怕是……走吧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！九皇叔是想屈打成招吗？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救救民女吧！求求你救救我吧！飘飘，你受委屈了，放心，有本太子在，一定会保护好你。谢谢太子殿下。这不是原主的未婚夫吗？怎么看起来和楚飘飘打得火？原主的头上有点绿。太子，这是要插手本王的事。九叔误会了，姑只是不想让九叔冤枉无辜之人。你父皇把查案之事交给我，我不认为你这个太子有权质问。九叔，飘飘这样一个柔弱的女子，把她说成杀人恶魔，恐怕会引起世人的猜解。况且那些不明就里的人会觉得九叔想要结案，草菅人命啊！太子殿下，楚飘飘当晚杀母可是证据确凿，何况他都亲口承认了。当晚之事，姑是有所耳闻，但是姑并不认为飘飘能做出弑母之事，而且飘飘现在已经平安回来了，并不记得此事，所以说明一定有人抓了飘飘，以飘飘的名义行凶作恶。你颠倒黑白！大胆！你以为你是本太子的未婚妻，就可以对本太子无礼吗？太子好大的威风！侄儿不敢。既然不敢，就把犯人交出来。就说你有证据证明当晚这人就是飘飘吗？你有证据证明当晚这人就是飘飘吗？既然没有证据，那么人我带走了。原主竟然会喜欢这种渣男，真是瞎了。怎么，人家都要杀你了，
你还念念不忘？对这种渣男念念不忘，王爷，你是觉得我眼瞎吗？那你刚才痴痴的在看什么？我在看楚飘飘。楚飘飘，看他怎么那么有本事，把男人迷得团团转。本王还以为你在看他是不是那天晚上那个楚飘飘呢。这么看，那晚的楚飘飘的段位和今天这个绿茶婊确实不能比。绿茶婊？就是说，这么看不是他。所以现在线索又断了。这楚飘飘究竟是真是假，暂时不能下定论。但是我突然想起一件事。韶华郡主？对，我们给韶华验尸的那天，发现尸体的时间对不上。如今这真假楚飘飘倒是提醒我了。王爷，你说这韶华郡主会不会也有2个？你的意思是，韶华郡主其实早就死了？那天晚上我们看到的是有人冒充的。可是这韶华熟识的人那么多，怎么可能一个都没有发现异常？除非这些人都是凶手的同党。都是同党？这也太夸张了。韶华身为郡主，地位高贵，能结识她的人少之又少。最应该发现她有异样的，应该是她身边最亲近的人。珍妃。多谢九皇叔惦念，想必华儿陛下有知也会很开心的。珍妃娘娘不必言谢，说起来，是我没保护好她。不怪九皇叔，是我儿命苦。珍妃娘娘节哀，我这次来是想问几个问题。九皇叔请讲。韶华生前可有什么异样？没有。珍妃娘娘，韶华郡主生前有做过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吗？没有。好，那我们就不打扰了。节哀。这个珍妃啊，果然有问题。没错，我们问的都是韶华被抓之前的事，距离现在已经半个月了，她的记忆未免太好，记得太清楚。对，而且我的问题都很广泛，就算是昨天发生的事，也得思考。这个珍妃立刻就回答：没有。欲盖弥彰，殊不知暴露本质。这个案件查下来，真是越来越扑朔迷离，可见这案件背后牵扯甚广。怎么，害怕了？楚灵卷，你可是21世纪的新女性，有什么好脸红的？我有大脚保护，怎么会怕呢？妹妹，无论如何，母亲对你有养育之恩。如今她去了，你就一点也不伤心吗？姐姐，你莫不是忘了母亲犯的可是大罪？照这么说，算是死有应得。何况父亲可是下令不允许我们悼念他的。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人的微表情是没办法骗人的。楚飘飘现在眉毛整体下压，上层眼皮下压，两眼无光，这么悲伤的微表情，这个楚飘飘真的不是凶手？妹妹，我知道你不心疼姐姐，可是当着母亲的牌位，你怎么能忍心推姐姐？飘飘，你没事吧？就这段话，要是能想到那些厉害的杀人手法，估计是得了精神分裂。太子殿下，我没事，你别怪妹妹，是我自己不小心摔到的。这么傻逼的手段，看来他们根本不是。楚灵雀，伤了你的姐姐，就这么走了吗？那太子殿下现在是想我怎样？我要你立刻跪下，替她道歉。太子殿下，我可是你的未婚妻，你这样羞辱我，算起来也是羞辱你自己吧。妹妹，太子殿下的意思是说，让你跪下给母亲磕个头，略表孝心。一个整天算计我、想我死的继母，让我一个太子妃给他悼念，他也配？
楚灵俊，你现在还不是太子妃，就以太子妃的身份自居，活得不耐烦了吧？反正太子殿下早晚都要娶，不用白不用。谁说姑要娶你？姑今天就是来找你退婚的。退婚？太子殿下说的可是真的？这是你我的定情信物，我现在把它退给你。这么说，我们俩从此以后就毫无关系了？对。那我楚灵俊从今日起各自婚嫁也毫不相干？对。没想到和渣男退婚如此容易，完美。楚灵俊，你现在已经不是未来的太子妃了，现在给飘飘的母亲跪下磕头。太子这是要强人所难了。姑是太子，有权命令你做任何事。那如果说不呢？来人，把楚灵俊给我拉下去，乱棍打死。本王的人，谁敢动？叔叔，这楚灵俊怎么成你的？怎么，刚刚没听清？那我再说一遍，楚灵俊是我的人。哇塞，太帅了！这就是传说中的男友力吗？九皇叔，你是开玩笑的吧？本王从不开玩笑。九叔，楚灵俊是姑的未婚妻，九叔要跟侄儿抢人了。你们不是刚退婚吗？既然退了婚，婚嫁自由，对吗？对啊。既然婚嫁自由，那本王想娶你也没问题，对吧？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本王的人。我刚刚是把自己给卖了吗？真是美色误人。九皇叔，她可是被退了婚的女人，声名尽毁，你真的要娶她吗？本王的事也轮得到你智慧？九叔，飘飘是好心提醒你，没必要这么刁难吧？怎么，你觉得你能智慧？打脸渣男原来都这么爽啊！走吧，我们回家。王妃躲什么？是怕本王吃了你啊？什么王妃？你别乱讲。刚刚是谁答应嫁给本王的？那也得等到成亲之后才是王妃。这么说来，你答应了？那得看你表现了。对了，王爷，今晚你有时间吗？洞房啊？那我没时间也有时间。王爷，我是说我想进宫看一下珍妃。珍妃？我总感觉今晚这珍妃会出事。我也说不准，但是去看了总比不看好。珍妃这个废物，连自己被盯上了都不知道。不过这个楚灵俊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难道和我一样？不可能啊！如果真的是这样，怎么可能最近才变？楚灵俊，不管什么原因，敢挡我的路，我定要你死无葬身之地。至于这个珍妃，也只能去见王氏了。来一口。不了，你吃，你多吃点儿。江湖规矩，打人不打脸啊！这本王好不容易骗来的王妃，怎么舍得打呀？今晚月黑风高，倒是挺适合做坏事的。的确很适合做坏事。我说的不是这种坏事。暗中盯梢珍妃，这不是坏事？你珍妃，鬼呀！救命啊！
这里是第一案发现场，想要破案，就得留在这查看现场，同时验尸。所以我不想离开。那就不离开。可是这里是皇宫，你该怎么跟皇上解释夜闯皇宫啊？那就不解释。占九约案。皇上让我查案，我说入宫自有，就算问起来，我们实话实说就好。既然如此，你怎么不早点说？害我白白担心。看到你担心呢，我很开心。停，让开，我要开始验尸了。一双大脚在手，清扫飞腿活一下，完美。开工。这尸体浑身上下没有任何中毒的痕迹，也没有任何伤痕，致命伤应该是这胸口的掏心之举。死亡原因是心脏骤停。你的意思是他自己把自己掏死了？是。不是，这自杀的方式有很多，为什么要选这么凶残的？这珍妃死前不是大喊着滚吗？啊，所以杀死珍妃的应该是她身上的蛊，应该是她身上的蛊。何人竟然在宫中妖言惑众？参见皇上。臣女楚灵俊参见陛下。抬起头来。刚刚就是你在此说什么鬼上身，凶手是鬼的胡话吗？陛下恕罪，臣女刚刚只是在和九皇叔开玩笑。大胆！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人？竟敢在宫中出言不逊，还敢跟九皇叔开玩笑！皇兄，楚灵俊是臣弟带进宫中来陪臣弟查案的。查案？朕记得让你查的是连环吸血的案子，怎么查到宫里来了？因为臣弟在查案的过程中发现这珍妃跟此案有一些关系，所以臣弟就来宫中暗中观察珍妃。结果呢？结果珍妃死了。什么？就在刚刚，珍妃娘娘梦逝了。珍妃，真的珍妃！皇兄节哀。你是陪着九元来破案的？是。既然九元对你如此生疏，是有些本事。回皇兄，楚灵俊是个验尸官，这几天臣弟发现他的观察能力和推理能力都特别强，这几天帮了臣弟不少。好，朕就给你1天时间，如若查不出凶手，朕就唯你是问。皇兄，他只是来陪臣弟查案的，他并没有做错什么。没做错什么，就凭他刚刚妖言惑众，朕就能立刻让他身首异处。他刚刚只是在做案情推理，而且根据现场死亡情况以及案发现场，他推断的并没有错。战九元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皇兄恕罪。既然知道错了，那就……皇兄，这楚灵俊不只是臣找来查案的，还是臣弟的未婚妻。未婚妻？朕如果记得没错，他楚灵俊可是明儿的未婚妻。是太子嫌弃他，然后主动退婚的。胡闹！臣弟心悦楚灵俊，还请皇兄成全。就算明儿不懂事，退了他楚灵君的婚，你作为大战国的九皇叔，怎么能娶一个被退婚的女人？这可是有关皇家名声。臣弟心悦楚灵君，还请皇兄成全。战九渊，你真是靠！陛下，如若臣女可以在1天之内抓到凶手，可否许臣女一个愿望？说。恳请陛下准许臣女和九皇叔的婚事。请皇兄成全。好，但是如若查不出凶手，就提头来见。臣女领旨谢恩。阿俊，你刚刚为什么要答应皇上？你是不信我能护你周全吗？我自然信你。那你为什么还那么冲动答应他呢？因为我也想保护你啊。
保护我？我楚灵君要嫁的人，自然是这世上最好的大义，他当然配得上我楚灵君用性命相助。可是，好啦，阿渊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凶手的。那我也会担心，我不想让你受到伤害。我又不是那些温室里的花朵，我就是棵野草，不管遇到什么危险，都能化险为夷。就算被火烧尽，也能春风吹又生。那万一呢？万一找不到凶手怎么办？那就看他的喽。好呀。又来啊？好啦，这不是有你吗？就算找不着凶手，难道你还能放任我去死？那肯定不会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。好啦，这些情情爱爱的事就先放一放，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先去抓凶手吧。奇怪，珍妃伤口周围的血比里面的要浅很多。这里面有什么玄机吗？你是什么时候出现在这里的？你看见珍妃是什么时候死的了吗？不说话是在隐藏什么？还是说珍妃就是你杀的？不是我，不是我。那你说说，你是如何出现在这儿的？我在房间里好好睡觉，醒来就到这里了。除此之外，你一点记忆都没有了？没有。我们去珍妃的寝宫看看。这小莲分明有很大的问题，为什么要放走她呀？放松警惕才能露出马脚，不是吗？好家伙，这房间乱的跟珍妃和鬼大战800回合似的。可是我们那个时候分明守在外面，如果房间里面打斗了，我们怎么会一点声音都听不到？所以说是跟鬼打斗呢，根本没声音。阿俊，你能不能答应我，以后不要再这样口无遮拦？我虽然可以保护你，但又不是时刻在你身边。好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。阿月，你看，这头发有什么特别之处？这不是珍妃的头发。不是珍妃的头发，难道是凶手的头发？应该是。阿渊，你这样会把我宠坏的。那岂不是更好？这样你就离不开我了。阿渊，我知道凶手是谁了。小钱，小莲姐姐，怎么了？去，把这件衣服烧了吧。这不是小莲姐姐平时最喜欢的衣服吗？啊，可是这件衣服全是血迹，很难洗干净的，烧了吧。不行哦。九皇说，楚小姐，奴婢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哦，那你为什么要烧这件衣服呢？楚小姐，这件衣服全是血迹，奴婢以后怎么能穿呢？哦，可是我觉得你倒是想毁灭证据。什么证据？这件衣服能证明你是杀人凶手。这么快就找到凶手了？臣女信不辱命，在规定时间内抓到了凶手。凶手就是这个宫女？是陛下。朕如果记得没错，她是珍妃娘娘身边最受宠的大宫女。刚刚就是她躺在珍妃娘娘尸体旁边，对吧？是的，陛下。大胆楚灵君，你是不是以为随便拉来一个人告诉朕是凶手，朕就会相信？当朕是3岁小儿吗？皇上明鉴，奴婢是冤枉的，是冤枉的。皇上息怒，臣女说他是凶手，自然是有证据。证据？小莲，我问你，你当真是被先打晕丢到了现场，然后珍妃才去的？
是。陛下，你看这件血衣，这是当时在现场发现，它的背后全是血迹。这能说明什么？说明如果小莲是先去的现场，她的背上应该是干干净净的。可这件衣服里全是血，这证明她在说谎。珍妃娘娘死的时候，血迹有那么多，可能是血液流过来，竟然在奴婢身上的。你这么说也对，不过陛下，是案发现场小莲的下半身是干干净净的，没有那么多血迹。啊！奴婢突然想到，昨晚奴婢睡觉的时候穿的不是这件衣服，可能是凶手给奴婢换的衣服。就算你勉强解释得过去，那这个头发你该怎么解释？奴婢不懂楚小姐的意思。这头发是在珍妃娘娘的寝宫发现的，只有一种可能，这是凶手留下来的。而且这头发和小莲一对比，就知道是你的了。这回没法狡辩了吧？奴婢常常在珍妃娘娘屋里伺候，屋里有奴婢的头发，很正常。不正常。众所周知，这珍妃娘娘极度洁癖，屋里向来一尘不染，可为什么会有你的头发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奴婢的头发。其实这个案子的重点是珍妃娘娘胸口的伤口，里面一层是暗红色，外面一圈是深红色，这说明有一双比珍妃要小的手掏了进去，然后再把她的手放进去。只要对比这伤口和手的大小，就可以知道谁是凶手。小莲，你还不认罪吗？楚灵君，那我问你，你又如何解释娘娘大喊着有鬼从房间里冲出来呢？这更简单，因为冲出来的人是你。你穿着珍妃的衣服误导我们，这出来的人是珍妃娘娘。你为了制造鬼杀人的手法，故意将房间里悄悄弄乱。是这珍妃娘娘遇到鬼的第一反应，应该是吓得逃跑呀，怎么会和鬼打架呢？小莲，你欲盖弥彰，反而暴露了自己。原来如此。在此之前，你已经杀了他，把他放在案发现场，然后你穿上珍妃的衣服，故意骗我。你跑到现场，脱下给珍妃换上，随之躺在她的身边。我的计划如此周密，为何你一眼就能看出来？周密？你若是在案发第一时间逃离现场，那没人会想到你。我们抓凶手就如同大海捞针，可是你没有，你留在现场，所以你就是最大的嫌疑人。王爷，你误会他了，他只是没有想到我们正好在宫里，而你的轻功那么好，他刚换下衣服，根本来不及跑。还是楚姑娘聪明。不过奴婢听说丞相的嫡女楚灵俊蠢笨呆傻恶毒凶狠，怎么今日见到的楚姑娘似乎和传闻中的不一样呢？这个小莲究竟是什么人？心思如此缜密，只和我见过一面就能发现端倪。放肆！你一个区区的奴婢，也敢说本王的未婚妻？未婚妻？楚姑娘不是太子殿下的未婚妻吗？从今天开始，她是本王的未婚妻。九渊，皇兄，你刚刚答应，只要林俊1日之内找到杀人凶手，你就给我们赐婚的。你君无戏言啊！算了，既然坚持，随你便罢。哎呀，楚姑娘竟然将皇家叔侄玩弄于股掌之中，真是好手段。你要是再敢口出狂言，本王不介意送你一程。王爷说笑了，我本就罪大恶极，王爷要是能送我一程，也倒是死得痛快。说，为什么杀了珍妃娘娘？你们不是都知道了吗？为什么还要问我？你和吸血狂魔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？
吸血狂魔就是我呀！你胡说！怎么？我说了，你又不信吗？王氏、韶华郡主、遮面人，还有那些死去的少女，都是我杀的。是我，都是我！这些人你是怎么杀的？就是抓走、吸血，然后利用那个吸血人的病给他吸血呀。那少女呢？少女是谁？我就是圣女呀。王氏和珍妃都是你的人？没错。你一个丫鬟，他们怎么可能会听你？都说了，我是圣女，他们自然要听我的话。那楚飘飘呢？她也是你的人？楚飘飘，那个蠢女人，她配吗？所以那天杀死王氏的人是你？没错，是我抓走的楚飘飘，然后假扮她。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要放走楚飘飘？当然是为了误导你们呀。这些人都是你一个人杀的？当然了。既然凶手已经找到了，九远，赶紧结案吧。皇上，此案牵扯甚远，她只是一个宫女，臣弟认为……够了！这案子自从发生以来，弄得人心惶惶。如果还拖下去，人心动荡，难道你想看到大战国为了一个小小的案子变得人心不稳吗？臣弟不敢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到此为止，结案吧。是。宫里传出消息了，飘飘参见太子殿下。我们之间不必多言。太子殿下怎么有时间来飘飘这儿？今日发生那么多事，姑怎么能不来看看你呢？宫里传出消息了。对，一切都结束了。太子殿下恕罪，都是飘飘做的不好，才会让太子殿下折损了这么多人。飘飘，你做的已经很好，这次不行，我们还有下次。飘飘定会助太子早日完成心愿。但是在此之前，我们还有一件事情要完成。太子的意思是楚灵俊？王爷，你猜这小莲背后到底是谁啊？不管是谁，他能控制珍妃和王氏，他的势力一定不容小觑。能让皇上都想保护，不会是他？没有证据之前，不能乱讲话，祸从口出。知道，我就是想不明白，这个太子吸那么多人的血制造混乱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你要是能懂，你就是跟他一样的人。到头来又是只捉了只小虾米。不见得，他还有野心，就一定会再行动。他要是再敢做，我一定将他绳之以法。这已经是这个月第6个了。这具缺的是脖子，死因也一目了然。用内力震碎了心脏，瞬间爆发内力，将死者撕碎。这些尸体都是残缺的，第1具和第2具分别少了左腿和右腿，第3具和第4具分别少了左胳膊和右胳膊，第5具少的是躯干，这具没有脖子。如此说来，如果有下一个死者，少的极有可能是头。找不到凶手的杀人规律，就没有办法知道下一个被杀的是谁。这些死者除了都是男，身形都差不多，没有任何共同点，总不得把他们相似的人都保护起来吧？有了，如果能找到他们残缺的部位，那说不定就能知道凶手的杀人目的。
总不能真的和某些谣言一样，是凶手为了凑齐一具拼凑的尸体，达到什么不可告人的祭祀仪式吧？本王叫你来是来破案的，不是让你来传谣言的。可是最近这谣言来势汹汹，我总觉得他怀着什么特殊目的，我这心里甚是不安。王爷，楚江南消失了。父亲是什么时候不见的？父亲已经10多日不在府上了，府上人最后一次见他还是在上个月。派人去找了吗？已经寻了2日，还是不见踪影。楚相的身形不会，走去父亲的房间看看。父亲的房间日日都有人打扫吗？父亲曾经吩咐过，房间要日日清扫。父亲多日未曾回府，之前就没人问过。这几日事多，加上母亲刚刚离世，就没太注意父亲。这父亲不会是被抓走了吧？我去看看。奇怪，怎么地图上到这就没有了？九元，你怎么了？臣弟有些担心阿俊，皇兄要是没什么要紧的事，臣弟想先行告退。楚灵俊他又怎么了？刚刚皇兄入宫之前接到消息，说楚相消失了。不可能，楚相刚和朕议事结束出宫。皇兄，臣弟先行告退。楚相还在宫里。九皇叔，你跟着本相做什么？本王倒是想问问楚相，你鬼鬼祟祟的在这皇宫内院之中，是想干什么？九皇叔，不妨猜一猜看。我猜你是想对阿俊动手。听着，你要是敢动他一根汗毛，本王就掐断你的脖子。你找死！小妞，力气还挺大，身上会不会很热？可以降降温啊！想要帮我降温，先问问我的大乔答不答应？上！耶！还好我有先见之明，让阿渊给我制造了阻力。你不要杀我！说，到底谁派你来的？属下。王爷动手之前，要不要先看看这是什么？阿俊的助臣为什么在你这儿？王爷不是已经猜到了吗？楚浩，她是你女儿，女儿又怎么样？只要王爷杀了我，本相敢保证，王爷从今以后再也别想见到楚灵君了。哼，这就对了嘛，好好说话多好啊！何必打打杀杀的？阿俊在哪儿？王爷，天儿可不是这么聊的。
我要告诉你楚灵君在哪儿，还能活命吗？那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要什么？说不定本相想要的就是他楚灵君的命呢！你找死！九皇叔啊，不要这么激动。你究竟做了什么？本相朕要好好感谢楚灵君，如果没有他蕊儿，本相怎么会这么容易就骗到九皇叔呢？哈哈，放心，九皇叔，本相想要的不是你的命。究竟是什么媚药？药劲竟然这么大，要赶紧想办法解毒，不然怕是要爆体而亡。飘飘，过了今晚，他楚灵俊就是万人前的破鞋了。而他战九渊，想想就有意思，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看他战九渊的表情了。死，多没意思呀！我要的是让他从云端跌落成泥。还是飘飘最懂过，得此红颜，此生足矣。太子殿下，棋局已成，这最后一步就要靠太子殿下了。飘飘放心，父皇，儿臣刚刚进宫的时候，看见九叔要杀楚相，儿臣认为言轻，只能来找父皇了。楚相是九渊的未来岳父，他怎么可能要杀他呢？父皇你也知道，九叔行事向来狠辣，是不是楚相有什么地方得罪他了？我们先去看看再说吧。普林草，能解百毒的普林草。真是天无绝人之路，这害我的人究竟是谁？这整件事情一环扣着一环，如今露出破绽的只有楚飘飘。楚飘飘的背后应该是太子。太子害我的目的是什么？太子的目标不是我，是阿渊。父皇，你没事吧？去把战九渊给朕弄起来。是。战九渊，楚相究竟和你有什么深仇大恨，让你下此狠手？战九渊，是不是朕平日里对你太宽容了，才导致你胆大妄为，竟然在宫中肆虐杀人？你当真是摆设吗？臣弟没杀人。你没杀人，那你解释一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臣弟被楚相迷晕了，醒来的时候就是九叔的意思是，楚相把你迷晕了，然后自己把自己杀了。太子，这屋里为什么就不能有第三个人呢？侄儿刚才跟父皇进来的时候，这门是反锁的。门是反锁的。刚刚明儿就是踹断了门栓进来的。所以九叔还说什么是楚相把你迷晕了这种。那为什么就不能是凶手？凶手杀完人之后，把这里制造成密室的假象。九叔这么说是不是有点过于牵强？本王只不过是与相爷发生了一些迟语，还不至于动手把他杀了。九叔说谎。侄儿刚才路过的时候，看到九叔凶神恶煞的眼神，死死的掐住楚相，一副要把他搞死的样子。侄儿就是被九叔这个样子吓着了，才能。那是因为他
把阿俊接走，我一时气不过，所以才动了手。那所以说九叔就是冲冠一怒为无言，然后杀了楚相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欲加之罪，这明明是证据确凿呀！证据在哪儿啊？人证物证，杀人动机俱在。难道因为九叔是王爷，就没法定罪？你只不过看到我掐住他，你又没看到我亲手杀了他，人证在哪？战九渊，你以为你强词夺理就能抹杀你杀人的恶行？我没杀人，人不是我杀的，请皇兄给我一个机会，自证清白。你想如何自证清白？楚灵俊，好，朕答应你。多谢皇兄。父皇，你不过此案过于凶残，朕只给楚灵俊3天时间。好，就3天。只不过楚灵俊现在失踪了，臣弟需要皇兄找到他，然后把他带到这里。好，杜渊，追寻时间可是要算到查案的时间里。好，臣弟明白。来人，先去楚家看看楚灵俊是否在家，如若不在，让陈将军带人去寻。是。设局害本王这件事，不知皇上是否参与其中？找阿军这件事，本王必须要自己想办法才是。陈九渊，就算你能找到楚灵俊，他也是个废人，怕是没办法帮你了。说，为什么诓我说父亲失踪了？妹妹，你在说什么？父亲真的失踪了，不信你去问问家丁和丫鬟，他们已经多日没见到父亲了。你还在说谎是不是？楚家小姐楚灵俊可在府中？本姑娘在此。皇上命你即刻进宫。阿俊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只是这是什么情况？九叔刚刚说是因为楚相绑走了楚灵俊，所以才对他动了杀心。但是如今楚灵俊安安稳稳站在这里，九叔这是满嘴谎话。太子殿下，谁规定被劫走之人就不能安安稳稳出现呢？果然牙尖嘴利。不过楚灵俊，这战九渊刚刚杀了你的父亲，你又对他投怀送抱，楚相要是地下有知，怕是要被你请。阿俊，我相信九王爷不会杀楚相。楚灵俊，你好好看看你父亲的尸体，你再看看战九渊是如何残害你父亲的，然后你再说你信不信。我知道父亲死的必定冤枉，但九王爷必定是冤枉的。我楚灵俊断案一向秉持的是让死者沉冤得雪，让活人不必蒙冤。阿俊，楚姑娘如此自信，朕就放心了。不过楚灵俊，要是3天之内你查不到真凶，朕就让你跟九渊陪葬。皇兄，臣女见皇上。阿俊，九渊，在真凶没查到之前，你就暂时留在这房间吧。臣弟明白。阿俊，你刚才为什么答应？这件事情跟你无关，你怎么能为了我答应皇上这事怎么和我没关系啊？我可是你的未婚妻。阿俊，对不起，我本来想用九王妃的身份去保护你，可没想到却连累了我。你放心，阿渊，我一定会查明真相，还你清白的。我相信你。最重要的是，我愿与阿渊生同寝，死同穴。不过，我可是有条件的。你战九渊这辈子除了我，可不能有别的女人。好。你可想好了？我楚灵俊的名声不大，还有一双不怎么美好的大脚，说起来不是很配你权势滔天的万人迷九王叔。都说这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我之前呢也曾幻想过，以后自己的夫人长什么样，可想到这儿就没了。我甚至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喜欢你，直到你的出现。
我？对，你的出现让我打消了刚刚一切的顾虑。只要有你陪在我身边，我才会开心。这么说，我还是阿渊的药啊？对，这种感觉我活了20几年第一次有，而且我相信这辈子也不会再有。那当然，姑娘这世上独一无二，怎么会有第二个人？阿俊，这辈子我只有你，只喜欢你，只爱你，只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分离。你若不离不弃，我必生死相依。怎么了？我们竟然在这种地方定情，可真是重口。也是，你要是不喜欢的话，我们改天就换。不，这地方多特别呀！而且我是个仵作，这种环境倒是也符合我的身份。你喜欢就行。好了，弹琴时间过了，我们现在来看看案子吧。请。其实我一进这屋就发现，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密室。你看这门栓有什么问题？这门栓像是被内力所打击，不像是撞进来的。如果太子是从外面撞断，这裂痕怎么会是这样？看来这太子也是这密室案的一环啊。他呀，早就想置我于死地。只要不是密室，这案子就简单多了。凶手趁你昏迷杀了楚香，然后逃走。可是这凶手到底是谁呢？这得先查看一下尸体。死者是被人用内力震碎心脏，然后这死法和之前的6个尸体一模一样。也就是说，这个连环杀人案凶手的目的是我。这个战九迷为了陷害你，居然连杀6个人，可恶！战九明这次也是下了血本，连楚相都搭进去了。楚相这个老狐，他甘愿用自己的性命去辅佐战九明。你的意思是，他自己也没想到他会死？这其中缘由我还没有想明白。如果战九明是为了单纯陷害你，为什么要拿走那些身体的部位？没事儿，我们还有时间，慢慢想。不然我们先去找皇上，把这门栓的事情解释清楚，将你的嫌疑洗清了。不，就算现在能证明这里不是密室，也证明不了我不是凶手。现在去反而会打草惊蛇。对，战九明设了这么大一个局，一定还留有后手。楚灵俊这个大脚怪，早晚要把他的大脚给剁下来。飘飘别急，姑答应你，等我们事成之后，楚灵俊交给你全权处理。谢谢太子殿下。今晚的事办得怎么样呢？飘飘办事儿，太子放心。王爷，王爷，你在哪儿啊？鬼啊！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为什么不要我了？什么？昨天晚上有一具缝合的尸体大闹市井，在找我？是，现在外面都在传九皇叔是英子。英子？是，九皇叔本是阴时阴月阴日出生的人，所以他们就说九皇叔是英子，还说英子出生时就阴气重。哎，没办法。问鼎国运。是，英子必须将7个阳气重的男人的身体部位拼接在一起，制作成傀儡，再将自己身上的阴气传到傀儡身上，最后亲自将傀儡毁灭，就能改变命运，变成天选之子，有稳定天下的能力。既然是阴气度的傀儡，又为什么会跑出来呢？因为现在王爷被困宫中，傀儡才会出来寻找王爷。荒谬！这种话竟然还有人相信？现在很多百姓已经信了，他们堵在九王府门口，说是要王爷要我血债血偿，
以命还命是吧？要我血债血偿，以命还命是吧？是。现在他们怕不是已经笃定，我就是那个杀人狂魔？愚昧无知！他们正是利用这一点，利用那些目不识丁的百姓，让他们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神有鬼，然后再推出6具形态各异的尸体，让他们相信神鬼的存在，再把我这个大魔王当作靶子立在那儿，让他们去声讨。看来这个战九明不仅想要害你，他还想要你声名狼藉，人人唾弃，然后顺理成章的杀了你，收买人心。杀人诛心，得赶紧找到凶手。小心点儿。我这双大脚平时挺稳的，今天不知道怎么了。怎么了？这血水的样子，尸体应该是被冷冻过。冷冻过？冷冻过的尸体，我做检验时会查出错误的死亡时间。可是楚相不是明明……我知道了。你知道什么了？我知道凶手杀人和藏尸的原因了。那凶手是谁呢？凶手是谁不重要，只要楚相和太子参与其中，他们就算不是主谋，也是同伙。楚相，只是现在敌人在明，我们在暗，得赶快转明为暗才行。不是，什么意思呀？楚浩，你疯了！来人！别追了！殿下，你没事吧？这化妆技术绝了，完全可以 cosplay 了。cos 谁？没什么，这脸也太像了吧！阿俊，本王还在这儿呢，当着我的面肆无忌惮地摸别的男人，不合适吧？我发誓，我单纯就是好奇而已。以后不许好奇。好，以后啊不好奇了。对了，我们要抓的人抓到了吗？抓到了。太子他知道吗？我们是等他的人走了之后才行动的。既然任务都完成了，别顶着这张脸吓人了。是。憋做了。这玩意儿应该就是当年假扮楚飘飘和韶华的东西。只不过韶华就没有楚飘飘那么好命，最后惨死。阿月，你说我们要不要用这个去试试他，看他有没有参与这次案子？不要。为什么？他可比太子聪明多了，要是他知道，我们全得完蛋。也是，既然人都已经抓到了，不如好好休息一下，养精蓄锐，绝地反击。楚灵俊，3天时间已经到了，凶手呢？找到没有？没有。但是我能证明九皇叔不是杀人凶手。什么意思？皇上，最近京城中连环分尸案都有所耳闻吧？父皇可你早就清楚，这街头巷尾都知道，九叔为了转移阴气，制造了分尸惨案，简直是惨绝人寰，天理难容啊！太子的意思是，这连环杀人案背后的凶手天理难容是吧？战九渊，你为了一己私欲制造如此惨案，简直是泯灭人性，该行为应该行五马分尸之刑。那可就要让太子失望了，这分尸案的凶手并非本王，整个京城都知道是你九皇叔所为，还不承认？这众所周知的事情就一定是真的吗？阿君，继续。是王爷，那我们就先来解释一下这凶手为什么要分尸吧。凶手分尸是为了拼凑成一个尸体，然后转移阴气，
这凶手确实想要一具拼凑的尸体，却不是为了转移阴气，而是这凶手杀了6个人，却要7具尸体，所以才会选择拼尸。胡说！明明死了7个人。那如果死的7个人当中有1个还活着呢？真是越说越离谱。皇上，其实这活着的人是谁？京城中很多的百姓都见过。你是说楚相还活着？胡说！当晚我们见到的楚相是拼接起来的傀儡，而且我们都见到了楚相的尸体。其实那晚我们看到的楚相尸体才是被拼凑而成，用那6具尸体缺少的部位拼凑而成。当日楚相先是假装失踪，将我引到郊外，然后又故意在宫中露面，引九皇叔到屋内，随之将我失踪的事告诉九皇叔，引得九皇叔愤怒至极，方寸大乱。那日本王因惦念阿君，忽略了一旁的迷香，甚至还要掐死楚相，而太子看到的正是这一幕。然后九皇叔就被迷香迷晕，楚相就用那6个尸体砍下的部位拼凑成了一个新的无头尸，借此制造出被九皇叔杀之假象。是我和九明赶到的时候，房门是紧锁的。如果真如你所说，那楚相又是怎么离开的呢？皇上，这就要问太子殿下。皇上，这就要问问太子殿下。问姑？姑怎么可能知道楚相是怎么逃走的？太子当然知道，因为这所谓的密室杀人案，太子就是帮凶呀。胡说！本太子怎么可能是帮凶？楚灵君，你不要为了帮九叔洗刷嫌疑，就随意攀咬本太子。来人，将楚灵君拉下去，乱棍打死！我看谁敢！九叔，你现在还是戴罪之人，还想着护楚灵君，可真是个笑话。我看你才是笑话，有罪的不是九皇叔，而是太子殿下你。陛下，请看这个门栓。这门栓有什么玄机？皇兄请看。皇兄，这2个裂纹是不是一模一样？你的意思是，这门栓是事先劈断的？并不是。皇上，这门栓如果是从外面装的，这个裂痕就不会是这样的。皇上如果不信，我们可以当场示范给你。不必了，朕信。所以太子殿下，您为什么要假装门是反锁，然后故意撞不开，用力一下子就开了呢？太子殿下，您能够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吗？姑当时是因为看到九叔死死的掐住楚相，姑太害怕了，一时手软，没推开。太子殿下，这话您自己信吗？九叔，你能因为楚灵君一时心烦意乱而动手杀人，我就不能一时手软吗？楚灵君，你的推测看似合情合理，但是你怎么证明自己的推测是真的呢？首先啊，楚相这具拼凑的尸体是来自6个不同的人，这6个人的死亡时间不同，凶手为了让陈宇不验出具体的死亡时间，用冰冻住了这些身体部位，而冰冻的尸体在解化的过程中会流出血水，这就证明这楚相的尸体是假的。那楚相又去哪儿了呢？其实这拼尸的方法还有一点很巧妙，那就是为什么唯独是楚相这具尸体没有头，而不是别人偏偏是楚相呢？其实这原因很简单，一是这楚相还活着，二，这活着的楚相还要假扮傀儡，出现在百姓面前来污蔑本王。楚相明明死了，你们却一直说他活着，简直是妖言惑众。太子殿下，想要证明楚相是否活着很简单。如何证明？只要楚相他活生生的站在这里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来人，把楚相带上来。
哎呦，皇叔莫慌，这是活生生的楚相，可不是臣弟扮的傀儡。大胆楚好，你竟敢如此陷害九王爷，该当何罪？臣无话可说。楚浩，本王问你，那6个被分尸之人是你下令杀的？是臣。那本王再问你，这整件事都是你一个人做的？是。那太子假装推不开门这件事，你是否知情啊？臣不知。本太子都说了，本太子当时是一时手软，九叔怎么还揪着这事不放？太子殿下，就算你当时真的手软，那昨晚的事情你怎么解释？昨晚什么事？昨晚你见到的楚浩是本王的人，之后本王就派人盯着你，你吩咐暗卫去找楚浩，本王这才顺藤摸瓜去找到他。请问你是怎么知道他的藏身之所的？战九明，你残害百姓，构陷王爷，该当何罪？请皇上还臣弟一个公道，还天下百姓一个公道。父皇，儿臣一时糊涂呀，父皇，儿臣知道错了，您原谅儿臣这一次，儿臣下回不这样了，父皇。九叔，侄儿知道错了，九叔，您看在咱俩是血脉之亲的份上，原谅侄儿这一次吧，九叔。九弟啊，皇兄老来得子，这辈子就宁儿这么一个儿子，看在朕的面子上，就给宁儿一个机会吧。皇兄的意思是？朕知道你受尽了委屈，不管怎么说，咱们还是一家人嘛，不要太绝情，好不好？臣弟听皇兄安排。既然如此，即日起，太子被贬为郡王，停封1年，早朝就不必上了。楚飘飘是皇上的人。这么说的话，皇上就算没有参与，他也是知情的。你觉得凭太子的智商，他能想到这种计策吗？是皇上指使的楚飘飘，可皇上他为什么这么对你啊？这个世界上最希望我死的，就是皇上。我听说先皇本意传位于你，是他。有些话，即使知道，也不能说。可你甘心如此吗？本来那个位置到底是谁坐我不在乎，可是现在人家都那样，我要再不还击，你说我还能活吗？对，每次都是他们先陷害我们，不如我们主动出击一次。主动出击太被动，我们应该引蛇出洞。怎么说？你觉得太子经过这件事情，他的心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？太子如果知道自己一直信任的人是皇上的话，他会不会狗急跳墙？到时候我们再加点料，说不定会有意外之喜。皇上要是一直舍不得这个草包太子，我们就让他舍得好了。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。奴婢知道错了，求陛下责罚。你知道这次错在哪儿了吗？没有守护好太子殿下，让他中了战九渊的计谋。知道九明玉是容易慌，一慌就做错事，为什么不紧紧守着他？奴婢知道错了。再有一次，你就没有活的必要了。是，陛下。飘飘怎么还不回来？郡王，飘飘呢？去见飘飘小姐的人回来报，说飘飘小姐已经进宫了。进宫？进宫做什么？飘飘小姐穿着暗卫的衣服进宫见了陛下。见陛下？有没有探听到什么？陛下身边暗卫众多，我们的人根本就靠近不了。飘飘竟然是父皇的人？好像是的。父皇，你可真是儿臣的好父皇。郡王，郡王，父皇这么重视本王，本王一定要好好表现，对不对？
飘飘给本王宰了！快去！是。是你动的手吗？不是。这个战九明虽然是个草包，但是真是恶毒。手指甲缝里没有泥沙，鼻子里没有水墨，楚飘飘不是溺死的。活人掉入水里会挣扎，手指甲缝里会有泥沙；活人溺水刚开始也会呼吸，所以一开始鼻子里会有水墨。舌头被人切断，身上多处伤痕，脚趾头也被切掉2根，脖子被人拧断，这应该是他的致命伤。虐待致死。凶手压根儿就没想隐藏他的死法，所以手法都很直白，只要验尸就能看出来。父皇，这一次你该如何保护我呢？白天看你欲言又止。白天的时候检查是没什么问题，但是人多嘴杂，我总觉得这个事情没那么简单，所以夜里偷偷过来解剖一下。他的心和肝都像是中毒了。中毒？他的致命伤是脖子，再下毒岂不是多此一举？不是多此一举，是凶手为了对付我们。对付我们？凶手应该猜到我们不只会检查他的外伤，也会解剖尸体，所以逼他吃下了这株草药。这是什么草啊？断魂草，有剧毒。楚飘飘内脏里的毒应该就是他发出来的。这种草药只要接触之后就必中招。不是，你放心，这要等到3天之后才会发作，随之才会晕厥，慢慢的浑身乏力，10天之后才会死亡。最重要的是，这种草药中毒的人根本就不会知道自己中毒，就连死了都无从追查。那现在我们怎么办？放心，你看我现在的样子，像是有事的人吗？这种毒啊，虽然听着很可怕，只要接触就会必死无疑。可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神奇的东西呢？所以啊，想要解毒也很容易。怎么解？只要在1天内吃下茯苓子，就会没事儿。茯苓子？试想一下，假如我们没有提前知道这件事，结果又会是如何？不如我们将计就计。陛下，如您所料，战九爷带着楚灵俊去了验尸房，解剖了尸体。哈哈哈哈！好奇害死猫！你这个鬼样子进宫干什么？阿明知道你是我的人狼。把它吃下去。楚飘飘从朕这里出去，阿明就拧断了他的脖子吗？是。阿明长大了，知道杀人了，好事。这杀人的是战九明，但这断魂草应该是皇上逼楚飘飘吃的。这战九明啊，本来想跟皇上示威，可是没想到他所做的这一切，皇上都知道。这战九明和皇上，一个阴毒，一个狠辣，真不愧是父子。再吃点。啊？阿俊，咱们结婚吧。阿俊，咱们结婚吧。啊？本王临死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娶你。如果再让皇上来给咱们证婚，你说他会不会来？这皇上等了这么久，就盼你死这一天，他肯定会来见证自己的成功啊。所以，咱们结婚吧。所以。姑娘一辈子一次的婚宴，
是用来做诱饵的。那如果我说，其实我最开始的目的就是为了娶你呢？不信。阿俊，其实从我们订婚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在想娶你的事儿。如果皇上这件事情一直过不去，我迫不及待想娶你。如果你不想让自己的婚姻变成一场阴谋，那等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再结行。怎么你现在又不着急了？我当然着急，但是这急不是也得征求你的同意吗？其实我早就想嫁给你，所以战九渊，你愿意娶我大脚楚灵俊吗？我愿意。说，是谁派你们来刺杀本王的？父皇要杀我。父皇为了一个楚飘飘，居然要杀我！不是啊，不是因为楚飘飘，是因为姑不是一只听话的狗啊！父皇，您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了。去。召集本王的所有人手，让他们分散到城里，随时等待姑的命令。是。那个杀手是你的人？嘿嘿，这皇上身边你到底有多少人？你笑什么？要是皇上跟太子一样傻，他身边全是我的人。是我想减量了，不过这皇上身边你不会就这一个人吧？倒是还有几个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紧张了？才没有呢。是因为要嫁给我，所以才紧张的吗？你想得美。你放心，婚礼一定顺利进行。求皇兄赐婚。朕听说你们生病了，生病了不好好养病，折腾什么？皇兄有所不知，我和阿俊这病找了好多大夫，都说我们可能要救。臣弟生前唯一的心愿，就是跟阿俊完婚，还请皇兄成全。好，好，好，朕成全你们就是了。谢皇兄。自家兄弟，这些勋礼就不用了。皇兄。臣弟还听说，这主婚人的地位越高，新人得到的祝福也就越多。臣弟斗胆，请皇兄给我们当主婚人。好，9月结婚，朕自当做证婚人。谢皇兄。战九渊跟楚灵俊真的病入膏肓了，有消息传，他俩正悄悄的准备后事呢。都快死了，还准备结婚，真是深情啊！今日他俩进宫，求陛下给他们证婚呢。证婚？真是天助我也！殿下想怎么做？皇叔大婚，本殿下能不备份大礼吗？父皇要杀我！父皇为了一个楚飘飘，居然要杀我！不是啊，不是因为楚飘飘，是因为姑不是一只听话的狗啊！父皇，您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了。去，
召集本王的所有人手，让他们分散到城里，随时等待姑的命令。是。那个杀手是你的人？嘿嘿，这皇上身边你到底有多少人？你笑什么？要是皇上跟太子一样傻，他身边全是我的人。是我想简单了。不过这皇上身边你不会就这一个人吧？倒是还有几个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紧张了？才没有呢。是因为要嫁给我，所以才紧张的吗？你想得美。你放心，婚礼一定顺利进行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礼成。皇兄，这是何意啊？战九渊，朕和你斗了这么多年，你到底是不是要死了？朕难道看不出来吗？皇兄什么意思？臣弟听不懂。你安排那么多人在外面，当朕是瞎子吗？所以皇兄是通过那些人，觉得臣弟是在装病。朕不是傻子，朕答应参加你的订婚宴后，一直观察着你的动作，而你的动作太频繁了。既然如此，皇兄为何还要只身犯险呢？因为朕再给你一个机会，一个能将我一举歼灭的机会，对吧？对，战九渊，朕已经把你所有的人都给杀了，你难逃一死。擒贼先擒王，皇兄听说过吗？只要臣弟想，臣弟立刻可以要了皇兄的命。战九渊，朕知道你武功高强，又怎么会让自身陷入险境呢？战九渊，阿俊，你知道朕为什么要以身涉险吗？因为你有软肋，人一旦有了软肋，就会被扼住喉咙。朕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，你死，还是楚灵俊死？哈哈哈！看来九渊是做出了选择。你先自尽吧，楚灵俊，我会放他一条生路，一言为定。阿俊，这辈子认识你，我很开心。来生再见。战九渊，我不要你一命换一命，我要你活着。阿俊，3代已过，我们已是夫妻，我是你的夫，夫就是天，保护你理所当然。不要，不要，好好活着。阿爷，阿爷，真是深情啊！皇上，你如此残害兄弟，早晚会有报应的。楚灵俊，朕一言九鼎，不会杀你，但是你要再口出狂言，朕有100个办法让你生不如死。父皇，又想让谁生不如死啊？九明，你怎么来了？儿臣来送父皇。儿臣来送父皇一程啊！战九明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儿臣，朕当然知道。你这个逆子，竟然想弑君杀父！儿臣这叫先下手为强。难道等到父皇先收拾完酒书再收拾儿臣吗？你胡说什么？儿臣有没有在胡说？父皇心里最清楚。来人，把逆子给朕拿下！父皇，伯无二君，朕既然已经当上了皇上，那外面的人自然都听命于儿臣了。你把朕的人全给杀了？当然要除掉父皇那些忠心不二的人，要不然儿臣的江山怎么攥在手中呢？你这个逆子！父皇，放心，
儿臣现在就送您去见练习中心的手下，到下面团聚，好不好？你们两个考虑清楚，现在站在你们身后的是个光杆皇帝，跟着他只有死路一条，跟着朕就不一样，前途一片光明。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没想到啊，朕最后竟然落得如此下场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父皇，你应该最清楚，皇上多数都不得善终。退后，退后，否则朕一剑了结了你。也好，反正江山迟早要交到你的手里，看着你杀伐决断，朕就放心了。为什么要这样？父皇知道，弑父后良心不安，一辈子不得安稳。父皇不想让你走父皇的老路，明儿记住，当上了皇上，杀伐决断，千万不要。父皇，父皇，儿臣错了，父皇，父皇，对不起，父皇。既然你这么想道歉，要不亲自去下面跟他说。战九月，你没死，你为什么不死？战九明杀父弑君，此乃先皇所传御赐的尚方宝剑，可行清君侧，可将其当场诛杀。朕是皇上，你杀不了朕！来人，来人！战九明，你的人不会来。外面全都是朕的人。九皇叔既然没死，就说明他没中你父皇的算计，那他的人会被杀吗？你利用我，杀了父皇的人，总算聪明了。真是皇上，真是皇上！朕要杀了你！阿君，阿君，你别吓我！阿君，天哪，产妇会很好吗？阿君，你别离开我，你别离开我！对不起，这次我要食言，答应我，好好活下去，把大战国建设成最好的国家。我答应你，阿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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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阿君，你听得见我说话吗？你现在已经昏迷半个月了，御医说你已经没什么事了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行。阿月，我也想回来，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回来了。阿君，我现在已经是皇上了，你是皇后了，你看见了吗？我看到了，我都看到了。我还有奏折要批，等我忙完再来陪你。究竟怎么样才能醒过来？是你，是你害死了圣女，我今天就要杀了你，为圣女报仇！难道圣女是楚飘飘？不要不要！虽然你的圣女罪该万死，可是杀她的人不是我，是先皇和战九明。不要不要！不要不要！我能动了。我和你说了，你们圣女的死和我无关。你闭嘴，去死吧！还好这次没有傻到忘记用枪。这楚飘飘究竟给这些人下了什么迷魂药，让他们竟然对她如此疯狂迷恋？刚刚是什么声音？阿君，你醒了？阿渊，我回来了。阿君，阿君，好了好了，我已经回来了。答应我，别再离开我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刚刚是什么声音？是枪声。枪？阿渊，这一次我做了好长的梦，想不想听一听？
我梦见出现在了一个特别的世界，那是21世纪。